战是刘德华与刘青云职业生涯唯一一次正经正剧深度合作。1999年，这部《暗战》是双影帝实打实的巅峰对决，双向飙戏。刘德华凭此片拿下人生首个金像奖影帝，摆脱多年偶像花瓶标签，两大影帝互相成就，互相托底，才有了这部封神20年的传世经典。咖啡厅对峙是整部电影人物关系彻底升华的关键。何尚生给了华最后1分钟，让他说服自己放弃抓捕。华率先抛出世俗最优筹码，自己可以配合警方帮何尚生抓捕光头佬，立功升职，调离枯燥的文职岗位。这是普通人无法拒绝的诱惑，可何尚生毫无波澜，不为所动。何尚生执着的从来不是功劳，而是真相，是棋逢对手的共鸣。眼看时间耗尽，华放弃功利说辞，直击灵魂，脱口而出：你玩得很开心呢，还有1天怎么就不玩了？这2天呢，你知道你像什么？下条尾巴就是警犬了。我拉你去哪儿，3，你就去哪儿。仅仅一句话彻底说服何尚生，让他主动侧身放行。这句话从不是羞辱，是高手之间最精准的共情暴击。华潇洒离场后，黄启发推门而入：还没来，那我出去了。已经走了。你怎么搞的？你明知我在外面吗？尿很黄。对不起，不要急，那是火气大，我早上的尿也很黄啊。紧接着，何尚生顺势抛出抓捕光头佬的完整计划，承诺帮黄启发升职立功。这一刻，黄启发对何尚生的态度彻底反转。杜琪峰隐喻这段戏极致讽刺，职场尊重从来不靠能力，靠的是示弱与利用人心。离开咖啡厅的华，在巴士上迎来了整部片唯一的温柔救赎，再次偶遇梁婉婷，再次相逢，梁婉婷眼中满是惊喜与爱意，心动无法掩饰。当巡逻警车叫停巴士，危机降临的瞬间，梁婉婷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挪包示意华落座。她不在乎华的身份，不在乎他的过往，只想在危机时刻再次陪在他身边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份短暂的缘分。主动挽住他的手腕，依偎身旁，复刻了上次的浪漫，却比上次更加勇敢主动。随后警察上前只是询问司机闯红灯事宜，虚惊一场的两人相视一笑，温柔又尴尬。此刻的他们早已心照不宣，互生爱慕，只是命运早已注定无缘。巴士抵达总站，两人共进晚餐，全程华只点了一杯咖啡，这杯咖啡是杜琪峰最克制的宿命隐喻，咖啡味苦，转瞬微凉，恰似华的一生苦涩开局，短暂相逢，无缘落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婉婷。知道我是谁没有好处。那天我看报纸，知道你干了什么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可惜我没有时间。有时间又怎样？一句可惜我没有时间，道尽所有遗憾。话音刚落，病情骤然加重，一口鲜血直接咳进咖啡杯，刺眼的鲜血，失控的病情，旁人的侧目，让梁婉婷浑身颤抖，彻底慌神。华强撑身体，吃下止痛药，留下一句温柔又残忍的对不起，转身离场。对不起。从此斩断所有缘分，这是两人一生唯一一次对话。短短几句交谈，直接锁死结局。梁婉婷给了华黑暗人生里唯一的光，而华选择亲手熄灭这份温柔。成年人最极致的深情，是明知不能相守，便绝不耽误。故事来到终极复仇高潮，这是华筹备1年的收官死局。肥雪提前勘察现场，盲目拍胸脯保证万无一失，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整个球馆早已被警方全面布控。何尚生入场时与肥雪意外相撞，这是两人第3次碰面，第一次亮明警察身份，第2次被打晕，第3次当面照面。笨拙愚钝的肥雪只觉眼熟，却始终记不起对方身份，这份愚钝恰好成全了整场完美布局。何尚生落座等候，一名陌生女子悄然落座身旁。嗨，这么多人，连黄启发都来了。你真是什么都敢来啊！坐吧，你就说彼得叫你来交易的。如果秃和尚想乱来，就告诉他宝石是假的，走之前至少也亲我一下。这一刻，何尚生瞬间洞悉一切，自己又一次被华套路当成了棋子，但他没有拆穿，没有反抗，默默配合演戏。交易开始进行，光头佬警惕万分，验货后要求假扮女人的华跟随手下取钱，将何尚生单独留下。华跟着光头佬的手下前往更衣室取钱，在确认无误之后，继续他的计划。球馆内，光头佬、何尚生、黄启发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，可过了很久，依然不见人影。何尚生示意黄启发安排人前去查看，可笨拙的黄启发根本看不懂何尚生的手势。洗手间内，华的绝症病痛彻底爆发，被病痛折磨到极致，却依旧咬牙坚持，完成最后的复仇。随后赶到的肥雪与警方看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，警察与劫匪双双倒地昏迷。阿冲，阿雄，阿冲，阿雄，阿冲，阿雄，你怎么了？中间被一道高高的储物柜彻底隔开，这道储物柜是整部电影最顶级的黑白隐喻，
一边是执法警察代表世俗正义，一边是黑帮劫匪代表世俗邪恶，两者对立厮杀，两败俱伤，最终全部沦为失败者，局势失控。光头佬与和尚生当场对峙，就在僵局之际，华褪去女装，真身现身，并且当众宣布和尚生手中的宝石是假的。这个消息瞬间打乱光头佬所有判断，和尚生顺势开枪，假意震惊，然后疯狂抢夺华的手提包。就在这时，肥雪赶回来，告知更衣室发生的一切。肥雪看着身边的和尚生，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光头佬立刻夺过和尚生手中的手提包，一个女扮男装，一个耍花样，用保龄球来骗我，让我闪话。保龄球？保龄球一碎，里面出现了当初华在财务公司带走的宝石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一拥而上，控制了现场。这时候，肥雪才猛然想起，原来和尚生就是之前在公司见过的警察。直到锒铛入狱，光头佬依旧认定这一切是恩师张彼得的报复，从未察觉幕后操盘手是自己害死的师傅之子。混乱的抓捕现场中，早已完成复仇的华带着宝石悄然脱身，病情彻底恶化的他，手帕上沾满鲜血，身体濒临极限，早已撑不住片刻。当他准备驱车离开，回头瞬间，赫然发现和尚生早已坐在自己的车后座。这是两人第3次车内博弈，也是影史最意难平的终极对决。从最初警匪对立，互相套路，到中途并肩绝境，彼此共鸣，再到最后宿命相逢，双向成全。72小时的生死游戏终将迎来终局。